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简直让我震惊到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这故事不仅有渣男行骗，还有女主的重生逆袭。最绝的是，她跨海来到台北，居然在一场相亲中找到了真爱，真的是太神奇了，我听了都起鸡皮疙瘩。这个女主角叫小雨，是武汉一家3甲医院的放射科医生，研究生毕业，长得白白净净，气质温柔，家庭条件也不错。丽姐，你们红娘看人这么准，为什么我会被骗呢？小雨拿着一杯奶茶，眼睛红红的对我说，要知道，我跟小雨可是在她来台北后才认识的。说起她被骗的经历，那可真是细思极恐。小雨的前男友姓陈，叫陈启明，武汉本地人，跟小雨是大学同学，但不是同一个专业。陈启明学的是金融，毕业后在一家小型基金公司工作。两人在一次校友聚会上重逢，陈启明立刻对小雨展开了猛烈追求。丽姐，他真的很会，每天早上都会发信息问我吃了没，上班路上小心，还经常送小礼物，虽然不贵，但很走心。小雨回忆起当初的甜蜜，表情很复杂。确实，这种关心是很多女生最吃这一套的，尤其是像小雨这样工作繁忙的医生，平时很少有人关心她。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在小雨看来，陈启明虽然薪资不如自己，但很上进，经常加班到很晚，聊天也很有见识，对金融市场的分析头头是道。小雨和陈启明一起度过了2年多的时光，期间小雨的父母去世，她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加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有300多万人民币。这段感情的转折点出现在半年前，陈启明突然跟小雨说，公司要拓展业务，需要一笔资金，团队内部集资，投入后分红。他说这个项目保守估计年化收益 20%。我当时觉得他平时分析的头头是道，应该不会出问题，就答应投了100万。哎呦喂，一听到这里我就心里一紧，但事情远没这么简单。1个月后，陈启明兴冲冲地告诉小雨，上个月的投资收益特别好，拿到了2万块的分红。小雨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心里的怀疑打消了。他还说，如果再多投一点，收益更可观，我就又投了150万。到这里，我猜聪明的你们应该察觉到不对劲了吧？没错，这就是最典型的庞氏骗局啊！用后面的钱赚来的收益付给前面的投资人，营造赚钱的假象。这种骗局居然被小雨这样的高知医生遇上了，真是让人气愤又心疼。3个月后，小雨又追加了50万投资。此时，陈启明已经骗走了小雨300万，占他全部积蓄的 90%。关键是，每次投资前，陈启明都会变着花样陪小雨吃饭、逛街，每次表现的都特别温柔体贴，简直就是恋爱教科书级别的表现，这让小雨完全没有怀疑。可怕的转折发生在1个月后，小雨去陈启明公司找他，却发现公司地址根本不存在，打电话也打不通，他慌了，立刻去了陈启明的住处，却发现他早已搬走。小雨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而且是被最亲近的人骗了。丽姐，那天我站在他家门口，感觉整个天都塌了。小雨红着眼睛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身边好像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更劲爆的是，小雨在找陈启明时，意外从共同好友那里得知，陈启明早就结婚了，他有个小3年的妻子和一个孩子。这个消息对小雨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当时在医院门口碰到了我们大学的一个共同好友，他看到我就很惊讶，说你不是跟陈启明分手了吗？我一脸迷茫，他就更惊讶了，然后犹豫着告诉我，陈启明去年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有了。小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我简直不敢相信，就追问具体情况。他给我看了他们之前聚会的照片，陈启明确实带着妻子和小孩，我当场就瘫在地上了。原来陈启明不仅是个骗子，还是个双面人，3年的恋爱关系竟然全都是骗局。小雨当场崩溃，她仔细回想2人的点点滴滴，发现陈启明从来不带她去见自己的朋友，2人约会的地点总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过节也总是说要加班不能陪他。这一切的反常在事后看来都是那么明显，但在当时，小雨却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小雨立刻报了警，但警方调查后告诉他，这属于民事纠纷，很难追回钱财。警察说，他用的是投资的名义，我又是自愿给他的钱，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是诈骗。小雨无奈地说，这也太过分了吧，骗财又骗感情。眼看着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和父母留下的遗产就这样没了，小雨的世界彻底崩塌。这段时间，他每天以泪洗面，工作也无法集中精神，甚至犯了几次医疗差错，差点被医院处分。后来我就想，不能这样下去了，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重新开始。小雨告诉我，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工作机会，发现台北有家医院正在招聘放射科医生，待遇不错，而且可以解决工作签证。我当时就想，要不就去台湾吧，换个环境，重新开始，至少在那边不会被陈启明的阴影困扰。小雨下定决心，辞去了武汉的工作，带着仅剩的积蓄和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来到了台北。很多大陆人可能以为台湾经济不行，其实真实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台湾虽然地方小，但医疗水平相当发达，尤其是私立医院，硬件设施一点都不比大陆的三甲医院差，而且医患关系相对融洽，工作环境也更加舒适。小雨在台北的医院工作了1个月后，通过同事认识了我。那天，他眼眶红红的跟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一边听一边气得牙痒痒。小雨啊，你这么优秀的姑娘，怎么会遇到这种人渣？我忍不住感叹道。小雨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太傻了。丽姐，我现在对爱情完全失去信心了，觉得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男人了。听到这话，我这个做了20多年红娘的老江湖哪能答应啊？哎呀，哪有这样的？你这样漂亮又有才华的好姑娘，怎么能因为一个渣男就放弃爱情呢？我拍拍她的肩膀，我给你介绍一个真正的好男人，绝对靠谱。小雨连连摆手，不，丽姐，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心情，我想先稳定下来工作，把自己的生活重新安排好。没关系，不急，但你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吗？我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台湾的男生跟大陆不太一样，很多都很顾家，而且性格温柔，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处事方式更成熟理性。小雨半信半疑，但还是答应了，我先认识看看。于是我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对象是台北一家知名医院的外科主任林之明。林之明今年35岁，比小雨大3岁，医学博士毕业，家境殷实，为人正直温和，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清晰的人生规划和稳定的事业，这样的条件在台北可是相当抢手的。相亲那天，小雨紧张的不行，她穿了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化了淡妆，看起来清新自然。丽姐，我好多年没相亲了，感觉特别不自在。她忐忑地对我说，放轻松，把他当普通朋友就好，聊不来就算了，也没人逼你。我安慰她。林之命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咖啡厅，他穿着简单得体的衬衫和西裤，举止彬彬有礼。一见到小雨，他主动伸出手，你好，我是林之命，很高兴认识你。小雨有些拘谨的回应，你好，我是周小雨。两人坐下后，气氛一开始有些尴尬，直到林之命提到了医学话题。听丽姐说你是放射科医生，我有个病例，最近正好需要放射科会诊，要不你给点建议。他拿出手机，调出几张 CT 影像，这个话题立刻打开了小雨的话匣子，他专业地分析起影像来，还提出了几点独到见解。林之命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你的观察很细致啊，我们放射科都没发现这些细节，他由衷地赞叹道。两人的谈话从专业逐渐延伸到各自的工作经历和生活，氛围越来越轻松。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台北工作？大陆的医疗条件应该更好吧？林之命问道。小雨犹豫了一下，决定诚实相告。说来话长，其实我是因为一段失败的感情才决定换个环境的，愿意具体说说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林之命的语气充满关切。小雨犹豫了一下，简单讲述了被前男友骗的经历。令他意外的是，林之命没有流露出任何轻视或怜悯，而是认真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而是他的人品问题。我觉得你很勇敢，能够重新开始。这句话让小雨心里一暖。真的吗？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蠢，
那么明显的骗局都没看出来。专业骗子就是利用人的信任，尤其是对亲近的人更容易放下戒备。我有个病人就是投资顾问，他说最常见的受骗对象反而是高知人群，因为他们容易自信过度，认为自己不会被骗。林之命温和的解释，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听着他的分析，小雨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整个下午，他们聊了很多，从医学到生活，从台湾到大陆，话题无比投机。台北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空我可以带你去逛逛，让你感受一下真正的台北生活。临别时，林之明真诚地说。小雨点点头，好啊，那就麻烦你了。就这样，一场简单的相亲，让小雨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丽姐，我本来以为他会像其他人一样，听说我被骗就觉得我很傻或者很可怜，但他完全不是这样的反应，这让我特别感动。小雨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汇报，那是当然，我介绍的人能差到哪里去？我得意地笑着，怎么样，要不要继续了解？可以再见面看看。小雨的语气中带着久违的期待。接下来的日子，林之命经常抽空陪小雨去台北的各个角落，从热闹的西门町到文艺的诚品书店，从传统的夜市到现代的商圈，小雨逐渐发现，台湾社会跟他原本印象中的很不一样。这里的生活质量很高，人们的生活节奏相对缓慢，处处充满人情味。我以前以为台湾经济不行，但实际生活后才发现，这里的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都很完善，街道干净整洁，人们生活得很有品质。小雨惊讶地告诉我，这也是很多大陆人的误解，觉得台湾穷，其实台湾的人均 GDP 并不低，社会发展也相当成熟。随着两人相处的深入，小雨发现林之明身上有很多闪光点。他工作认真负责，对病人极有耐心，生活中体贴入微，懂得关心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诚信，这正是小雨最渴望的品质。林之明也被小雨的坚强和乐观所打动。我很佩服你在经历那么大的打击后，还能积极面对生活，这份勇气真的很了不起。他真诚地对小雨说。2个月下来，两人的感情日渐加深。有一天，林之命终于鼓起勇气，约小雨到台北最高的餐厅用餐。在俯瞰台北夜景的环境中，他拿出一个小盒子。小雨，这段时间的相处让我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我知道你有过伤心的经历，可能需要时间建立信任，但我愿意等。你愿意给我们一个正式交往的机会吗？面对林之命突如其来的告白，小雨愣住了。那一刻，无数情绪在他心头涌动，惊喜、犹豫、恐惧、期待。他的眼眶微微泛红。志明，我很感动，真的，但我害怕。林之命握住小雨的手，我理解，我们可以慢慢来，我不急。小雨深吸一口气，不，我是说，我害怕，但我愿意试试，只是我需要你的理解和耐心。当然，林之命眼睛一亮。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不会伤害你的信任。就这样，小雨和林之命正式开始了恋爱关系，跟之前的经历完全不同。林之命从不催促小雨投资任何项目，反而经常提醒他要理性消费，合理规划财务。钱是你自己的，怎么花是你的自由，但一定要量力而行。这是林之命常挂在嘴边的话，小雨心里的防备渐渐卸下。有一次，他们去台北郊外的温泉度假。林之命开车带小雨经过一片风景秀丽的山区，这片区域的房价其实很合理，以后如果我们结婚了，可以考虑在这里买栋小房子。林之命随口说道。结婚？小雨惊讶地看着他，你已经想到那么远了吗？林之命有些不好意思，我是比较传统的人，谈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当然，这需要我们双方更深入的了解，我不会操之过急。小雨感到一阵暖流涌上心头，在台北的日子里，他越来越感受到台湾人的朴实和真诚。林之明的家人也对他格外热情，尤其是林妈妈，经常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教他做台湾特色菜。小雨啊，你放心，我们志明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绝对不会骗人的。林妈妈总是这样对小雨说，似乎看穿了他内心的顾虑，但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小雨和林之命交往3个月后，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平静。丽姐，陈启明找到我了。
一天晚上，小雨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我，声音都在发抖。什么？那个渣男？他怎么找到你的？我惊讶极了。原来，陈启明通过小雨的社交媒体发现他在台北工作，竟然直接飞来台北，找到了小雨所在的医院。他在医院门口拦住我，说他很后悔，想要重新开始。他说那些钱都在，只是暂时投资出去了，很快就会有回报。小雨气愤地说，这也太离谱了吧！我惊呼道，他怎么有脸来找你？他老婆孩子呢？他说那是他表姐一家，他带着他们只是做做样子，骗我分手。至于钱，他说是因为投资项目出了问题，但现在已经解决了，马上就有大笔回报。小雨冷笑道，丽姐，你敢相信吗？他居然以为我还会相信他，我听了直摇头，这种渣男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要信。你怎么回应的？我当场就报警了。小雨语气坚决，我告诉警察，这个人在大陆诈骗我300万人民币，现在又追到台湾来骚扰我。警方把他带走问话了，但说实话，我担心他不会这么容易放弃。小雨的担忧不无道理。陈启明被警方警告后确实离开了，但3天后竟然再次出现在小雨家楼下。这次他带着一大束玫瑰花和一块看起来很贵的手表。小雨，我真的很爱你，那些事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原谅我。他在楼下大喊大叫，这一幕刚好被下班回家的林之命看到了。请问你是？林之命礼貌但冷淡地问道。我是小雨的男朋友，请问你又是谁？陈启明挑衅地看着林之命，我是小雨现在的男友，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见你了，请你离开。林之命的语气十分平静，但态度坚决。陈启明冷笑一声，就你，台湾男人能给小雨什么？我在大陆可是有上千万资产的投资经理，小雨跟了我，绝对衣食无忧。林之命微微皱眉，小雨不需要谁养活，他有自己的事业和能力。而且，真正爱一个人，不是给他多少钱，而是给他尊重和安全感。哟，说的挺好听。陈启明不屑地说，小雨，你真的要选这种没出息的男人吗？回大陆吧，跟我回去，我保证以后对你好，再也不会有任何隐瞒。就在这时，小雨从公寓楼里走了出来，冷冷地看着陈启明。陈启明，我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最好现在就离开，否则这次我一定会控告你骚扰。听到报警，陈启明脸色大变。小雨，你不要这样，我是真心来找你的。那些钱的事情可以慢慢解决，我们先把感情问题解决好，好不好？小雨讽刺地笑了笑，感情问题？你到现在还在装？我已经知道你有老婆孩子的事了，还有，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投资经理，而是一个惯犯。我已经联系了武汉的其他受害者，我们准备一起起诉你。这下陈启明彻底慌了。你胡说，哪有什么其他受害者？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杨医生、李老师，还有你大学时期交往的张小姐，我们都已经取得联系了。小雨冷静地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调查你，发现你骗了不少人，手法都差不多，无非是假借感情和投资的名义。远处警笛声响起，陈启明脸色惨白，转身就要逃跑，却被及时赶到的警察拦住了。陈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警察说，我没有犯法，我只是来找我女朋友。陈启明狡辩道，有人指控你骚扰和跨境诈骗，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警察说完，把陈启明带上了警车。这一役过后，小雨松了口气，但心情仍然很复杂。晚上，他和林之明坐在阳台上喝茶。谢谢你今天为我出头，小雨感激地说。林之明摇摇头，我没做什么，你自己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今天看到你面对那个骗子时的坚定和勇敢，我更加佩服你了。小雨微微一笑，如果是半年前的我，可能还会被他的花言巧语打动，但现在我已经能够分辨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假意了。这是好事。林之命温柔地说，有些教训虽然痛苦，但确实让人成长。小雨点点头，突然想起一件事。对了，我一直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接受丽姐的介绍来相亲呢？像你这样条件的男生，在台北应该很抢手吧？林之明笑了笑，说实话，我之前谈过几次恋爱，但总觉得对方更看重我的职业和家庭背景，而不是真正的我。丽姐介绍你时，
说你是一个经历过挫折但依然坚强的女孩，这点打动了我。我觉得共同经历过人生低谷的人更能珍惜彼此的真心。这番话让小雨感动不已，她第一次主动靠近林之命，轻轻吻了他。谢谢你愿意接纳这样的我。3天后，警方通知小雨，陈启明因为多项诈骗指控被引渡回大陆接受调查。更令人意外的是，通过小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警示信息，又有2名在台湾的大陆女性站出来指证陈启明的诈骗行为。丽姐，你知道吗？原来陈启明专门诈骗像我这样在台湾工作的大陆女性。他以为我们人生地不熟，又缺乏安全感，更容易得手。小雨愤怒地告诉我，太可恶了。我叹了口气，不过现在他栽了，你也算是为民除害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陈启明是一个有组织的诈骗团伙成员，专门瞄准高知女性下手。这个消息让小雨既震惊又释然，难怪他那么会伪装，原来背后有一整套话术和剧本。令小雨欣慰的是，警方通过冻结陈启明的资产，为他追回了约150万人民币。虽然只有被骗金额的一半，但对小雨来说已经是意外之喜。这些钱我打算用来在台北买房，真正扎根在这里。小雨决定道。5个月后，在我的见证下，小雨和林之命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订婚仪式。丽姐，说实话，如果不是那次被骗，我可能永远不会来台北，也不会遇到志明。小雨穿着淡粉色的礼服，幸福地对我说，有时候想想，那300万换来现在的幸福，其实很值得。林之命听到后笑着摇头，胡说，你值得更好的，不需要用金钱换取幸福。他转向我，丽姐，谢谢你介绍小雨给我，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哎呀，你们2个别这么肉麻啦。我笑着拍拍2人的肩膀。不过说真的，看到你们这么幸福，我这个做红娘的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小雨的故事在台北的华人圈里传开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人被她的经历触动，也有人从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更有意思的是，小雨的经历还意外促成了台湾和大陆警方在打击跨境诈骗方面的合作，双方建立了更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1年后，小雨和林之命在台北郊外买了一栋带花园的小房子，举行了温馨的婚礼。婚礼上，小雨的许多武汉朋友都飞来参加，大家纷纷感叹小雨的变化。小雨现在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更自信，更从容。一位朋友对我说，是啊，爱情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小雨不仅找回了被骗的部分钱财，更重要的是，她收获了真正的爱情和成长。那个曾经被骗得体无完肤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独立且幸福的女人。婚礼上，小雨特别感谢了我，如果没有丽姐，我可能还沉浸在自责和痛苦中。是丽姐让我明白，一次失败的感情不代表我不配拥有幸福。听到这话，我不禁有些湿润了眼眶。做红娘这么多年，见证了无数姻缘，但像小雨这样的蜕变，还是让我特别感动。林之明在致辞时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感谢命运的安排，让小雨来到台北，也感谢那个骗子，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永远遇不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有时候，人生最大的转机，往往来自最痛的教训。最重要的是，小雨不再把自己当受害者，而是从经历中学习成长。林之明后来对我说，这才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婚后的小雨和林之明生活十分甜蜜。林之明不仅在事业上支持小雨，还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一直想开一个针对儿童的专业影像诊所，但在大陆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实现。小雨告诉我，那就在台北开一家吧。林之命二话不说，全力支持小雨的计划，甚至帮他联系场地和办理各种手续。就这样，在来台北2年后，小雨不仅收获了幸福的婚姻，还实现了自己的职业梦想，开设了台北首家专注于儿童放射诊断的专科诊所。这也是我一直想传递给大家的，真正的爱情需要勇气，需要信任，更需要在经历创伤后依然保持希望的能力。愿每一个寻找爱情的人都能像小雨一样遇见自己的幸福。感谢大家听到最后，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